人最难承认的，恰恰就是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我自己。所以我自己从来不相信成年人的所谓意外怀孕。所谓意外，就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和攀比之后，对外的最后一点体面。Hello， 你好吗？我是 Jasm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这一周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一直在吃郑爽代孕弃子的这个瓜。关于这个瓜的爆料呢，真的是一波接一波，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反响。就连广电总局呢，都亲自下场发文要封杀这个女明星。当然，我这个频道不是一个专业吃瓜的频道，可是呢，为了方便很多不知道剧情的朋友，我这边还是简单介绍一下剧情。简单来说呢，就是2年前郑爽和她的前夫张恒在情到浓时呢，两个人决定要孩子，但是不自己生，而是到美国去代孕产子。代孕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但是1年之后呢，他们的感情却出现了问题。在他们决定分手的时候呢，孩子已经在孕妈妈的体内待够了7个月。这个时候呢，郑爽和他的家人都不想要这个孩子，而张恒呢，目前看是不想抛弃这2个孩子的。到2021年1月18号，他的前夫张恒呢，终于在微博发文说，在美国照顾2个无辜的小生命，并且呢，抛出了自己和2个孩子的很多照片。而这件事情最让人气愤的，并不是郑爽代孕的部分，而是最后爆出的那一段郑爽和双方父母的录音。录音中呢，郑爽的爸爸说：“我们这个孩子就不要了，就跟医院方说一下，我们要弃养了。”郑爽的妈妈说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个孩子7个月了打不掉，可以生下来，但是生完之后我们不要，我们做一下男方的工作，两方都不要，你们俩就把这件事情忘了，而把这个孩子呢，就直接送给别人养了。而郑爽自己表示呢，那孩子已经7个月了，真是烦死了，打都打不掉。听完这个录音，我相信很多为人母的人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感到非常的震惊，并且非常的气愤。为什么会有人对于生命如此的漠视？拥有自己 DNA 的孩子，就把他连小猫小狗都不如，情到浓时说要就花钱买了，分手了说不要就不要，或者送人，或者要把他打掉。为什么会有人如此的没有共情能力？这已经不是道德的层面了，而是这一家人他缺乏同理心、同情心，他缺乏一个基本的人格。这件事情呢，网友也有很多评论。有的人说呢，有钱人真好，想要孩子了就可以去代孕。有的人说呢，你看人家女明星也是2个孩子都可以上热搜，而我有2个孩子，真是吭哧吭哧的，只是想着怎么样平衡工作和家庭。所以我在这边呢，我会有2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选择代孕？代孕这个事情是不合法的，也是违背了人类的基本的伦理道德的。我想这个大家都清楚。那么多的女明星，那么多的有钱人，他就是选择了代孕，到底是为什么呢？除了自身心理或者生理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我想更多的原因是他不想承担因为生孩子而带来的痛苦、伤害和风险。他不想因为生孩子这件事情而对自己的事业影响太大。是生孩子、养孩子这件事情对一个女人从身体到心灵的破坏，甚至说是对于一个女人一生的拖累，我想这是有目共睹的。当了妈的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接下来很多人就想问第2个问题了，为什么明明生孩子养孩子这件事情对于女性来说是折磨、是伤害，甚至是拖累，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了，却还有那么多女性前仆后继的想要有自己的孩子呢？为什么那么多不孕不育的家庭，他们生不出孩子，最终的压力还是会落到这个女生头上呢？为什么很多女性在生完第1个孩子之后，她明知道丈夫不作为，父母公婆帮不上忙，却还要坚定的生2胎呢？我这里呢就想给出一些我自己的见解，或许不是全对，但还是那句话，我只是想说一些实话。我觉得首先呢，是因为价值评判体系。我有一个朋友 A， 35岁，长得漂亮，身材好，有能力有品位，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年薪20万，但是未婚未育。我有另外一个朋友 B， 长相身材能力都是一般人，于是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喜欢什么，需要怎么样的生活，但他就是在这种随波逐流当中，20几岁带球结婚，30岁之前就有儿有女。
孩子们都上学之后，他找了一个轻松的兼职小工作，年薪2万。我从小就希望我自己活成 A 的样子，我希望我是优秀的，我希望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攥在我自己手上。但是你们想一想，大众对他们2个人的评价是怎么样的呢？对 A， 很多人会说他很优秀，但是他没有孩子，他这个人生是不幸福的。无论他从物质到精神生活有多么的富足，有多么的上档次，大众还是会觉得他是不幸福的。而对于朋友 B 呢，他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的亮点，但是大家会觉得他有儿有女，他是人生赢家。大家不会觉得这种社会评判体系太单一太不合理了吗？同样的，如果我们把上面的2个朋友性别换一下，如果是一个男生30多岁，品貌俱佳，年薪20万，那无论他是已婚还是未婚，我们都会觉得这个男生是一个高质量青年。但是如果一个男生已婚，他的收入远远低于他老婆的收入，无论这个男生对于家庭付出了多少，对于孩子付出了多少，是一个多么负责任的父亲，大家都会觉得这个男生就是一个软饭男。在这种单一的价值评判体系下，我们谁都不是受益者。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其中的不合理，但是结局往往却是我们被洗了这么多年的脑，深受其害，深受其苦，但最后呢，却不得不迫使自己跳入这个舆论场当中，去进一步洗下一波年轻人的脑，何其的悲哀呀！说完舆论场，我觉得第2个原因呢，是人类，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发现周围的人都慢慢的结了婚，生了孩子。随之而来的呢，是家长也会催促你赶紧的结婚生孩子。很多时候生活就是被这样推着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生活本该这样。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没有什么生活本该这样，生孩子成为母亲并不是一个必选项。每当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就会有人跟我说，你总是说生孩子结婚不是人生的必选项，为什么你自己也结了婚生了孩子呢？我这里呢就想再说一句实话，因为不生孩子这种不走寻常路的人生，对于我这种普通人来说所带来的压力是我没有办法承受的。我们总说女性的生育意愿在世界范围内都在逐年的下降，近5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的生育率都在连年的走低，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女性的生育意愿呢也是越来越低。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直到2020年我们的生育率都有1.69，像日本这种生育意愿极低的国家，他们的生育率都有1.42。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即使大家都不想生孩子，大家都知道生孩子有多么的麻烦，但是最终选择生孩子依旧是绝大部分女性或者是绝大部分家庭的选择。很多时候压力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内心的压力。特别是我们来到海外之后，你不结婚不生孩子，并没有人天天在你家门口点着你的鼻子骂你，也并没有你国内的七大姑八大姨每天围在你身边给你介绍对象让你生孩子。但是你内心就是有这样的压力。我们扪心自问，你有没有内心强大到真的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你有没有内心强大到真的可以跟父母的期望，跟你老公公婆的期望完全割裂？你有没有真正的内心强大到看到以前的朋友都结婚有孩子了，每次聚会的时候别人讨论的话题可能都是围绕着孩子，而你完全不为所动？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很多10几20岁的少年少女，他们在谈论着我们不要孩子，我们一辈子都不要孩子。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过了30岁之后都会乖乖的要孩子。我们都是凡人，我们都会有自己小小的虚荣心，自己小小的想要融入这个社会，想要得到认可的愿望。每一次你看到朋友圈有人晒娃，每一次你看到你的闺蜜互相之间在讨论孩子的教育、孩子的成长、孩子的喂养，每一次你听到别人在讨论另外的一个所谓的老姑娘生活有多么的惨，你心里都会动一下。所以我自己从来不相信成年人的所谓意外怀孕，所谓意外就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和攀比之后对外的最后一点体面。人最难承认的恰恰就是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我自己。我想说，不要再尬吹母亲伟大奉献牺牲了，所有一定要用伟大奉献牺牲来形容的职业，一定是它的付出和它的产出是严重不成正比的。真的没有那么多人会拼命的为爱燃烧，有的只是我们无数个普通的女性，因为想要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一份份无奈和不得已。最后我想说，如果因为这一份无奈和不得已你要了孩子，一定要清楚地告诉自己，我选择，我负责。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郑爽想要弃养他的孩子，而在无数个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有多少个孩子也是母亲经过10月怀胎一朝分娩痛苦的生下来的，但是他们最终依旧是被父母虐待，甚至是弃养这样的命运。最后呢，我还是相信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希望越来越多的孩子他的出生是因为爱，而不是因为无奈。好啦，都看到这里啦，就顺便点赞关注一下吧。今天就到这里啦，下期见喽，拜拜。从前有个人关注了我，后来他发财了。